全都带走！拿人！住口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里是些妖言惑众，聚众闹事，蛊惑人心，带走！走，污蔑！走，污蔑！走，放开我！快走！快点！你们这是污蔑！快，跟我走！追！别让他跑了！到了，快！先生，快请进。先生，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敢问二位究竟是何身份？在下苏乐雨。贤妃娘娘，那您是陛下？参见陛下。先生不必多礼。陛下和娘娘今日搭救老朽，不知……陆先生，你应该已经看到了，您一忍再忍的结果是什么？女儿高中后身死，书院也被破坏。陆先生，一味的忍让是不能真正的保护天下学子的。您越是忍让，他们只会越发得寸进尺。是老朽难堪大用。之前你们问我是否见过那本诗集，我不想再起波澜，就没有实言相告。那诗集，它没能铲除奸佞，却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先生被罢官，可是与此事有关？我发现几大世家的授业名单之中，有不少参加完科考的学子。我怀疑，这些敷衍学子是要借机投靠世家，以获举荐，于是便向先帝提议革新科举制度。陛下，科举在即，不少学子入都，四处拜谒，以求举荐。然这举荐对其余考生极为不公。臣提议取消世家举荐之制，以求科举公正。准奏。谢陛下。却不曾想，此举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他们借由反诗为名，将我缉拿。陆相，这反诗乃是你故意留在宫中的，竟敢污蔑当今陛下！带走！污蔑！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陛下！那首诗，的确是出自我手。世家的爪牙眼线遍布朝野，我本意是想用诗文提醒先帝早做防备，不曾想被世家之人截获，诬陷成反诗。当时又遭遇外敌入侵，先帝需要世家力量抵御外敌，只能顾全大局，将我罢官，保我性命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对大仓的朝局愈发感到忧虑。自那以后，我便携家眷隐居山林了。我从小教月英礼仪廉耻、为人之道，月英也结识了很多寒门学子、有志之士。在他们身上，我又看到了大仓的希望。但世家势大，我担心若被发现，会影响学子们的前途。于是，我借用狐妖的传说，只在夜晚教书。陆先生，后来月英发现了我藏在诗集中的证据，知道了我曾经被世家陷害过，便起了要为我翻案的念头。我深知此举如以卵击石，于是便把诗集中的证据拿了出来。爹，你去了国子监，若你参加科考只为功名利禄，任凭于你。若为其他，我绝不答应。爹，这天下寒门学子的前途，可都要被这污秽的官场给毁了，您清楚的呀。先贤曾言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圣人周游列国，只为劝君主仁政。今日，女儿也要效仿先辈，正身立名。你，爹，爹！
没能拦住，是我害了他。陛下，恕老朽无能，我连小女都庇护不了，又何谈保护天下学子？月英之死，还是不要再查下去了。难道你就不想为你女儿伸冤吗？陆月英一身才气，满腔抱负，却要在死后被冤枉舞弊。我当然想，可我若是替他伸冤，那些满腔热血的学子定会跟随而上。如果被世家报复，我便害了他们。朕深知这朝堂积弊已久，世家把控科考，阻塞贤才之路。朕一直渴望能够打破这腐朽之局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选拔制度，让有才之人能够为朝廷所用，无论男女。陆先生，这本也是先帝的心愿。女子科举本就不易，陆月英志向远大，才华出众，本可有大好前程。可她不惜得罪世家，为给天下士人争一个机会，难道您就甘愿如此躲一辈子吗？您是陆月英最敬仰的父亲，却自保庇护，上不求为世人清朗考场，下不愿为女儿申辩冤屈。陆先生，他日若您与女儿冥府相遇，你又该如何面对呢？老朽半生沉浮，恍若钝刀粗磨，竟未觉死身已成朽木。因这娘娘之言，振聋发聩。罢了，今日老朽便同陛下、同娘娘一道，同天下学子一道，同月英一道，澄清玉宇，一荡乾坤。我将名单缝在了这衣服中，只要与当年众亡之人做出对照，便可知其中端倪。多谢先生。你与先生在此，我去便回。乐宇，万事小心为上。你也是。陛下，经臣核实，寿宴名单上的人，的确都是当年科考中举之人，现他们都已任各地州府官员，或任中都要职。朕刚比对了下，这个王陵很是可疑。去查查翰林院学士王陵可曾在科举前后举办过类似的宴请，如有，务必查验核实。臣遵旨。陛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着人暗中保护书院和陆先生了。这王陵在近几日给母亲办了大寿，礼单上的人，皆在二甲名单之列。王林，所以那晚刘文崇看到的，与陆月英发生争执之人，有可能是王林。因为王林可被称作为学士，且夜黑风高的。刘文崇许是看错了。他们现在在用同样的方式，让阅卷官接受行贿，只要不动前3名，就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。王林定是想拉拢陆月英，才与他发生的争执。笼络了前3名，再将科考上榜之人在封官时通过世家举荐分派到各个重要职位上，这样大仓便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。陛下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恐会夜长梦多。
如何搜查亡灵，看来必须要招行司出面了。不如我装扮成招行司官差的模样，一起行动，如何？那你万事要小心。嗯。饿了吧？特意给陛下找了些吃的。陛下最好甜口，尝尝看。只有你知道，朕喜欢淑泥馅儿。陛下如今的处境，功过都在别人口中，陛下当真不易辩驳。无愧于心表。不忘追逐星河，太过漫长，与你长相守对相望。任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恋未央，回忆辗转心相随，此情永无悔。太多是非，痛彻心扉，擦去你眼角的泪。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尽风归。一生烟雨，莫留自孤影匆忙。万缕情长，自相逢眉间萦绕。历尽阡陌路途遥遥，千帆过尽天涯海角。何知人间聚散离别无常，与你白首对影成双。愿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恋未央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好多了，陛下给的金疮药果真灵验。挂用就好。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尽风归。所有人听好了，先将府内所有人控制起来，一定要快。是。陛下派你来监视我，为了那窃国之人，你还真是尽心尽力。你倒也不是什么谋逆之人，又何来监视一说？殷从，隐藏在背后的毒瘤就要被挖出，你我还是关注眼前之事吧。大人，屋内并无可疑之处，这边也并无发现。大人，这是干什么？王大人，别紧张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殷大人，手下留情啊！殷大人，殷大人！王大人，真是政绩卓著。
与我走一趟吧。陛下，昭行司查办了王林家，果然发现了许多不法之财。王家的人要连根拔除。嘉宁29年。嘉宁29年9月初6。果然。那晚有一支昭行司的官差去过玄机阁，这上面并没有他们回来交差的记录，说明他们再没有回来。昭行司指示录，乐于你调查我。你果然在替殷长言监视我。殷正清，遭人背叛，滋味如何？下一个就是秦家，你会同意的，秦从。替我去找一物。何物？那物长在山间极阴潮湿之处，好生寻找。是。刚刚宫里传出了消息，舞弊一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翰林院学士王林革职查办，查抄了家产，1个月后重开科考。重开科考？虽说王林被革职查办，可世家之人却还是手握大权。如果不彻查清楚，如何杜绝舞弊啊？是啊，不仅如此，现行的科举制度不改，舞弊之毒虫必将再生。各位，小生也代表大家去击鼓鸣冤，告御状。对，告御状。乐于，你穿成这样去做什么？街上有巡街衙役，万一被看到发现了怎么办？你关心我做什么？你不怕我帮那窃国之人监视你了？乐于，我承认想起玄机阁之事时，总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但从亡灵之事上，我看到了陛下重振朝堂的决心。如今大仓的局面，只要能国泰民安便好。乐于，我们要护的是大仓，不是吗？
殷从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你这是去做什么？我不能再躲下去了，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如今贪腐之事虽已查清，但我要是再躲下去，陆月英的冤案就永远无法昭雪。这背后有多少蝇营狗苟，将永远被埋葬。你是要去？没错，我相信如今的大藏。走吧。告御状！告御状！诸位冷静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要阻拦我？你将来还要科举入仕，现在击鼓便是与官为敌，切莫自毁前程啊！哼，自毁前程？我等前程都要毁在贪官污吏手中，何须自毁？就是，对，何须自毁？你是贤妃娘娘？原来您就是苏家大小姐。你们世家望族都是一丘之貉。就是。无论世家望族还是寒门百姓，都是平等的。要告御状是吗？我来。更不为苏家，我要为天下学子鸣冤，为明谦鸣不平，为陆月英鸣不平。科考舞弊，世人寒心。苏家小女苏乐瑜，今日为天下世人敲击登文鼓，望科考舞弊一案重查。乐宇，这2天的事有些蹊跷。你我刚从书院出来，便遇到了殷从，然后隐藏了这么久的书院就被查封了。你感觉是谁所为？还有在拒马河营地时，你我被杀手围困，殷从耶烈恰巧赶来，可事后朕得知，那个地方根本无法耶烈。陛下是怀疑殷从跟踪我们查抄了书院，拒马河是故意救我们。具体如何，朕不得而知，但这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。陛下所言种种，的确有颇多疑点，但我相信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殷从他心中有数。希望你说的是对的。苏宪妃，你煽动学子，击鼓闹事，按律要先受杖责之刑。王大人，朝廷律例，击鼓鸣冤要先问冤，哪怕是个罪犯，也要先问冤，再问罪。王大人，贤妃说的在理，若是先用刑再查案，又有何人再敢击鼓鸣冤呢？对呀，大人说的对，是何罪这样？苏宪妃，你有何冤屈？本宫敲击登文鼓，是要为天下学子伸冤。我要状告朝廷。状告朝廷？
此话可不能乱说。科举舞弊，学子遗愿，朝廷高高举起，可如今却轻轻放下，是何故？朝廷行事，苟不自正，何以正天下？可以正天下，可以正天下，可以正天下。肃静！可我这里却有你参与舞弊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将证人宋娘子带上来。诸位大人，小人是苏贤妃贤明殿宫中婢女。小人在苏贤妃宫中找到了苏家参与舞弊的证据，而苏贤妃便是这舞弊一案的幕后主使。那陆月英便是与他勾结，血口喷人。娘娘，小人这里可是有证据的。呈上来。签字文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人，定是弄错了。大人，宋娘子，这签字文又能说明什么？是银票，不是签字文。我看得千真万确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来人，把这毒妇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大人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大人，我没有冤枉他。大人，大人。王大人，还请你为民做主。苏贤妃，此事是否诬陷？本官自会查清缘由。你以戴罪之身敲击登文鼓，按律杖责20。使不得，不可以啊！使不得，王大人！为什么要打他？不可以啊，王大人！是啊，王大人，使不得呀！好啊，我这脊梁有着天下学子为我撑腰，别说杖责20，便是200，我也绝不会怕。为贤妃娘娘撑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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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腰！各位学子，今日贤妃愿为天下读书人受刑，我大理寺愿为天下学子重审科考舞弊一案。大人应不要？大人应不要？大人！既然贤妃情愿杖刑，那就怪不得本官无情了。来人！使不得！本宫恳请朝廷，望彻查科考舞弊一案，严惩罪魁祸首，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请吧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她是当朝皇妃，你胆敢动手？国法无情，再者也是苏贤妃自己主动情愿受刑。你我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无视国法刑罚？若殷正卿执意为苏贤妃开脱，那还请陛下为他下恩旨，如何？继续行刑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别打了！大人，是啊，大人，别打了！忍着点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
这是特制的药膏，能够助你伤口愈合，也可为你减轻一些痛苦。多谢陛下。你这次太冒险了，弄不好会没命的。幸好冯清在，行刑时手下留情了。臣妾命大着呢，陛下放心。要是真的会丧命的话，玄机阁那夜恐就已经没命了。但臣妾不但没有死，还成为了陛下的贤妃，其中缘由，亦或不可明说吧。你我皆身在朝堂，幸有你相伴，朝夕相处，让朕不再孤单。虽你身在朝局，却还是以前的苏乐玉，心怀正义，无所畏惧。但朕自登基以来，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，有时候都有点记不清曾经的自己了。陛下，心不困于方寸，所望之处，皆是天高海阔。乐玉，你信朕吗？我信。我不仅信陛下能够还我清白，我还信陛下能够铲除朝堂奸佞，扫除这世间的不公。他们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，掩盖真相，扰乱朝堂。朕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匣子中的千字文是怎么回事？是杨云发现宋娘子想栽赃后，偷偷放进去的。娘娘，陛下已跟臣交代过，说您想再来国子监调查，臣已安排妥当。但娘娘的身体无妨。娘娘，这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，丝毫未变。冯大人辛苦。我要见贤妃娘娘，我有要事禀报。何人喧哗？报！冯大人，外面有个举子，吵着要见贤妃娘娘，说什么也不走。是何人？新科状元刘文崇。在下惭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！科考舞弊一案，多谢娘娘能为天下学子敲击登门鼓。刘某虽为状元魁首，然在下却为保功名，不敢挺身而出，愧对状元之名。娘娘大义，刘某羞愧至极。你快起来吧。之前以为你是反对女子参加科考，所以才对陆月英多有讥讽，对你也颇有偏见，实在抱歉。陆月英被杀当晚，在下本来想约她和解，没成想碰到了狐妖。你也相信会是狐妖杀人吗？怎么可能？哪有狐妖会受伤流血的呀？我觉得应该是凶手扮成了狐妖的样子。那你可记得，凶手伤到哪里了？好像是右手。右手。冯大人。娘娘，狐妖的尾巴露出来了。
慢点，娘娘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不可能！你什么人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觉得我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鬼啊！是人是鬼？是人是鬼？王大人！王大人！王大人救我！王大人！王大人！救我！孟公子，你口中的那个王大人，便是那个让你半妖杀人、污蔑忠良的幕后主使吧？苏家的大小姐，我的苦楚，你们根本不懂。你与陆月英同窗多年，你怎能对她下如此毒手？陆娘子在我辈学子中才华最为出众，是学子中最受瞩目的那人，而我不管怎么努力，却都赶不上她。这次科考一结束，你我终于可以好好痛饮一番了。你我没有世家举荐，即使中举了，也无法为官。在下劝你一句。你又来这套！我说过，我陆月英只凭真才实学，绝不攀附世家。陆娘子恃才傲物，她看不上那些世家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乃是前宰相陆九章之女，如此惺惺作态，她又怎会懂我等寒门之苦？所以你便投靠了王家，条件便是要你陷害陆月英科考舞弊。这是我唯一一次能获得举荐的机会。事成之后，6步之内必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我也不想陷害陆娘子，我劝说她跟我一起投靠王家。孟兄此番若还为此事，便不要再说了。我还有事，你自便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我便开始按照王湛的话，寻找一份寿宴名单。可我找遍了屋子也没有找到，却在房间里发现了密道。我猜想这密道必定与陆月英有关。我钻出密道，穿过竹林，果然发现陆月英在城外的房子。我想名单肯定在这里，但我找寻多时无果，竟发现屋外有很多扮作狐妖的人。为了防止被发现，我便穿上陆月英的那套。等我回到国子监，突然想起王湛要我放的字条，我就在书架上找寻要放的位置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去过书院？这什么？孟之行，我原以为你我虽志向不同，但至少品行节操尚在。你为了投靠世家，竟不惜栽赃陷害于我。我只是在为我自己奔前程，像你这种官家之女，又怎会懂我的难处？所以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那又怎样？这世上本就弱肉强食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强者？投靠世家，靠陷害他人得来的地位就是强者了。你真让人感到恶心。你住口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终归是个小人，跟我去官府。走，走。刚好那天，你穿的是狐妖的衣服，于是你便假扮狐妖，开始散布传说。所以你便将屋内放满了动物毛发，又模仿了动物抓痕，将你的杀人嫌疑嫁祸给了那虚无缥缈的狐妖。狐妖，真是狐妖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都对，都怪陆月英，是她瞧不起我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她
他有能力当上官，谁管我？在这个石头上，没有世家做倚仗，寒门学子谁？又能站在朝堂之上？杀人者，难道就只有我孟之行吗？在那朝堂之上，高高在上的官员，掌握举荐名额的世家门阀，难道就不是杀人者吗？寒门学子报国无门，是朝廷失职，但这绝不是你杀人的借口。孟之行，我辈读书人，当生而自强，无官出身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你在外人面前，从来都是自称小人，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。小人孟之行，小人乃是陆娘子同窗，小人告退。而那时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自己，也从未相信过你自己。惶惶10年，大梦一场啊！来人，带走。是。啊！学子孟之行，杀人栽赃，对其罪行供认不讳，经三法司审结，秋后问斩。刑部尚书王湛指使诬陷，结党营私，证据确凿，奏请陛下定夺。太师，哎，陛下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！王湛，你公然违抗国法，剥夺其刑部尚书一职，押至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大理寺，哎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绝没有指使他。陛下，太师救我！陛下，你听我说，臣绝对没有指使他。陛下。娘娘，陛下已经在寝宫等您了，特命老奴恭迎娘娘回宫。多谢徐公公。徐公公乃内廷总管，侍奉过先皇和陛下，能来接乐于回宫，乐于荣幸之至。都是先皇和陛下看得起老奴。徐公公，玄机阁内宴，公公也在吧？从昌定桥到这探花一案，陛下一直在暗中助我。他看似与世家站在一起，实则恰恰相反。他承先帝遗志，正在逐步削弱世家的势力。娘娘这话，老奴听不懂。那我便再说得明了些。玄机阁内宴，晋王府的府兵并没有杀害禁军，剿灭的是隶属秦家势力假扮禁军的昭行司叛军，对吗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若玄机阁内
真是护卫先帝的禁军，那么晋王就是谋反；但如果是属于秦家势力的招行司兵马先围住了玄机阁，那么带兵入宫的晋王，看似谋反血洗玄机阁，实则恰恰相反，晋王乃是秦王救驾。徐公公，我说的对吗？陛下常说以身正道，娘娘与陛下少时曾一同受先帝教诲，该鳖老奴更懂这个理。常衍哥哥，驱除晦气，浴火重生。安婉他们呢？才出狱，莫要回头，忌讳。陛下什么时候比臣妾还要讲究这些了？到了。柚子叶洗手，驱邪避讳，好运将至。陛下还有什么别的讲究吗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披红挂彩，如意吉祥。红绳相系，皆同行。曼玉，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。陛下人入腹中，背负骂名，才是真委屈。一时爱日，一日爱月，一月爱年。常衍哥哥，这么多个日日夜夜，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常衍哥哥。
这1年多受苦了。自知多少曲折，不会乱世潮流翻。罗马轻风扬，青梅醉火烧，燃尽这黑夜中的伤。经得换星辰，不负日月又一轮。直到最后眼里永不落，与你共赴山海的承诺。再多悲与痛，飞蛾扑过和你谈沉淀。惭愧的与执着，如今渐渐沦陷，只为熄灭最初的光辉。你眼角的泪，用余生梦回，待难平返归。